在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来讲一讲光照阴影中间的光照的功能。太阳、月亮是我们风光摄影中最用到的两个自然光。摄影对这种太阳、月亮的光的应用呢，其实有两个做法。一个做法呢，就是让太阳和月亮作为我们构图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太阳、月亮在我们的取景框里面。第二种做法呢，是利用太阳和月光照到我们的主体上，然后形成了一个光影的效果。平时我们大部分心里面，比如说在日出日落这一页，我们这边有一个相机位置和一个拍摄主体的位置，大家会注意到它的这个太阳的线条，比如这一个就是太阳的光线的方向，它是这样照过去的。它的这个线呢，是以相机的位置作为中心画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考虑太阳在我们取景框中的构图，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。而当我们切换到光照阴影这一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把这个太阳的线条画到了拍摄主体。换句话说呢，其他所有的页面我们都考虑太阳、月亮在我们取景框的构图，而只有在光照阴影这一页呢，我们考虑的是太阳或者月亮对我们主体光线的一个影响。在这个新的页面的第一行呢，实际上这边主要是为阴影服务的，单独的另外一个视频提到了这个阴影的功能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光照这一页是怎样使用它。第一步呢，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拍摄主体设到你想要查询的这个地点，在这边呢，我就设到了哈弗顿的上面，这就是我的拍摄主体的位置。第二步呢，我要找到我要查询的时间，这一边因为是个日落的一个点嘛，所以我就设到日落的时间，我就点击这个下一个事件，直到出现日落。好，这时候太阳的仰角是负的 0.2 度的时候，是日落的时分。然后呢，我就可以看至下面这个数据了。它也告诉我们目前是在阴影下，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你已经看不到太阳了。后面还有一个大于正的 0.3 度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太阳的仰角大于 0.3 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照到这样一个点。我们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一下详情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位置上比较高，挡住了太阳。那这个位置到底在哪呢？我们可以往下拨一拨啊，因为你到每一个点去点它一下，它就会变成红色，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一个点，然后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应该就在这儿。第364个采样点呢，发现这一个位置呢比较高，正好挡住了太阳。我们可以长按它一下，就可以到这个位置。我们加一个标记好了。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太阳方向的这条线，刚好了经过这一点，在 boundary hair 旁边。那这个点呢，因为比较高，所以刚好挡住了这个角度的太阳。甚至我们可以切换到地形图，可以看到它的地形的情况。你看这一块都没有问题，直到这一点比较高挡住了，这就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了。那我们甚至可以说切换到其他的时间来看看这边的情况，比如说我们切换到2月份，注意这时候日落这个事件是白色的，白色的和灰色的区别就是白色是表示这个事件被锁定了。如果锁定的时候呢，我再去切换日期的话，它会始终找到日落这个事件，而不是保留这个时间。现在7点40分日落，你看，但现在我换到3月份变成7点13分，但是日落依然是锁定的，这个就是锁定事件这个功能。大家可以去日期时间滚动条那个教学视频对这个有详细的讲解。那我们再切换到2月份，你看这时候呢，它的角度因为比较好嘛，正好这是又是美丽山谷的方向，所以它在金色阳光下，并且大于负的 1.5 度都可以。也就是说，太阳在落下去的瞬间，它都是可以把哈弗顿照亮。那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，它的红色会比4月份那一天要好一些。那我们同样可以点击进去看看它的详情。你看这边比较低，所以这个太阳可以完全没有阻挡的照到哈弗顿的上方。一天呢，它的不仅是时间会比4月份那一天要长，而且它能照到的面积也比4月份那一天要多。显然这一天去呢，会比4月份去要好一些。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，大家都知道智利三塔这个地方，这一张照片呢就是智利三塔的照片，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张。大家看到后面竖起来的3个石头就是智利三塔，变成了非常漂亮的红色。我们都可能认为智利三塔在日出的时候肯定会被照成红色。云曼老师在2016年的12月21号这一天呢也过去，在进门的时候他也问公园的工作人员说，今天这个石头会不会照亮？工作人员说没问题啊，肯定会被照亮。结果他们就去了，结果呢，这是他们看到的一个画面，旁边的石头被照亮了，可是智利三塔并没有被照亮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
这边顺便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两行的提示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他说你必须要点击才能看到关照的情况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新的地点，我们没有下载离线海拔数据。那怎么去下载呢？你就点击它，然后选择这个虚拟现实取景框，然后它就会告诉你没有下载，你就点击下载就好了。然后它就把这周边所有的数据都下载下来，等它完成了，你一回来，它就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印一下。我们可以点击看一看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呢实际上被阻挡到了。那这边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看一看，我们把时间再往后调，因为就算在日出的瞬间没有它高一点点，比如说1度或者2度的时候能照到，也是可以把上体照红的。我们就来调节一下，比如把这个调节到了，还是不行，这个更明显了，有一个阴影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刚好有一个山。那再往后调呢？到了3点几度的时候呢，才会出现空单可以照亮。那这就是个关键，这个山实际上就是关键。这个山在哪里呢？我们也同样可以看一看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到地图上看一看，就是这一个山所在的位置，我们做一个标记。这个山刚好挡住了太阳照到这里山塔。那我们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日期来看一看，比如说1月份。也不行，2月份，可以了。3月份呢，没问题。4月份也不行，4月份也好像也有个阻挡。4月份在远处有一个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阻挡，所以也不好。5月份可以，6月份又不行了，这边也是有阻挡。7月份不行，8月份。从目前的数据显示呢，真的有很多月份智利山塔没法被出生的太阳照到，原因其实就是智利山塔并不是那个地方的最高点，所以很有可能被周围的地形给挡住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更能显得用关照功能来判断能否被照到的重要性了。对于一个自然风光来讲，我们会自动利用海拔的高度来查询，来判断一个点能不能照到阳光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建筑物，你想知道这个建筑物的顶部能不能照到阳光，那你就必须要手工的去设一个主体高度，因为不是自然的地形，我们这边没有这方面的数据，那你就要在这边设一个高度就可以了。假设这一天我们知道这4月24号这一天在日落的时候是在阴影下，那这边如果我设一个高度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比如我设一个1000米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高度设好，大家会发现，这边就已经变成了金色阳光下了。原因就是因为我相当于把这个点给垫高了。点击进去看看这边的情况，这个白色的小框框呢，实际上就是代表1000米高度的一个建筑物，它被垫高了以后呢，太阳就完全可以照到这个的顶端了。这样一个用法，就在如果有人工建筑物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它来判断这个建筑物的顶部能不能照到阳光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